如果你也想 3D 打印 DIY 一个这样的手办，那今天分享一个特别容易踩坑的点，就是树脂的选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焦爱玩。玩光固化 3D 打印呢，首先就是要确定你如何选择这些树脂。像我面前这一排树脂，它每一瓶都是不同的款式，有超高强度的、耐高温的、韧性比较强的，还有超高精度的。同类型还分出了水洗树脂等等。这些我正准备做成一个系列，逐个分享特别的应用场景。今天咱们就先来聊聊这个模型制作该选择怎样的树脂。模型也分很多类，包括可动的、机械的，还有静态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分享这个精品类的模型，它该怎么选树脂。就以我们刚 DIY 完的这个怪兽8号的角色模型为例，分享给大家。今天这个模型主要用到的是来自范特斯的这款水洗刚性树脂，以及这个高韧性树脂。在打印前，这些树脂都是液态的，而在刚用紫外线照射之后，它形成的固态层也不会立刻非常坚硬。刚性树脂的好处呢，就是它的名字一样，它的刚性大，这样在一些大尺寸模型制作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优势，能更好保持原有造型细节的同时，模型整体大外观不变形。但它的劣势呢，也是相对的劣势吧。一旦出现这种掉落或者磕碰，它的刚度太大，导致它没有韧性，它就会直接碎开。如果你打一些像模型头发这样本身比较细的位置，那可能还没有到涂装，在拆支撑的环节一碰，因为它没有韧性，就会直接被碰断。模型头发一类的零件，我用的是范特斯韧性树脂来打印，这样会更合适一些。那你说我直接整个模型全用韧性树脂不就行了？那也不行，因为韧性树脂它相对比较软，会有形变的空间，所以在比较大的零件制作时，光固化 3D 打印这样反复的上下提拉，会让你的模型产生一些形变，导致最后模型安装不上，或者严重点，直接在打印过程里就会失败。也因为材料比较软，在打印的时候，它的支撑也需要的更多。和刚性树脂使用同样数量的支撑，模型在打印过程当中，刚性树脂打印成功了，而韧性树脂在打印过程当中，就可能在曝光后被底下离心膜扯掉，导致打印失败。所以韧性树脂我会更多的用来打头发、手指这样比较细小、易发生断裂的位置，而身体的主要躯干以及更大尺寸的武器、装饰之类的模型，那就需要用刚性树脂来塑造整个形体。打印完的模型还需要清洗和2次固化，在清洗过程中，一般又分为酒精洗和水洗。如果有条件的话，其实还是建议用酒精来清洗，因为酒精清洗的好处是洗完之后模型表面会更干净，洗完表面残留的酒精就直接挥发了，模型表面就会很干爽。而水洗呢，常温下水不会快速蒸发，你可能需要在洗完之后用纸擦干模型表面，或者用烘干箱去给它干燥一下。如果你直接边烘干边2次固化，因为水滴里边也是包含了残留的树脂的，同时因为水的张力，这些水会留在模型表面的缝隙里，那它也会被直接固化在模型上面，这样就损失了很多模型本应有的细节。正常好一点的树脂，像范特斯的这个水洗树脂，你打印完的模型放个几年也不成问题。只是如果你想保存更长时间，由于这个树脂的组成成分原因，酒精清洗的树脂它能保存更长的时间。如果是商品级别使用的话，建议使用酒精清洗的树脂，而更加简单易用的水洗树脂呢，更适合做设计原型。你看我这怪兽8号的模型就是用的水洗刚性树脂。如果你担心材料氧化，可以像我这样在模型外面给它涂装做喷漆处理，这样也能进一步提升它的存放时间。树脂的选择上也要选一些靠谱的品牌，避免辛辛苦苦做的模型开裂报废。像这次用的范特斯树脂打的模型效果就非常好，也还原了这个模型本身该有的精度。聊到这儿也喷完漆了，来看看效果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针对精品模型树脂选择的一个分享。如果你对3D 打印感兴趣，希望可以点赞、关注、支持一下。后期呢，我也会分享更多好玩的模型以及不同树脂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。咱们下期见。